为了挽救这家濒临倒闭的网红餐厅，我没日没夜的熬了整整49天，终于复刻出了那道失传已久的宫廷秘制卤鹅。餐厅起死回生，老板刘建国笑得满脸褶子，他承诺给我20%的干股。可到了分红这天，银行只到账500块钱。刘建国拿出计算器，手指飞快地按着，噼里啪啦一阵响。老李，你这卤水用的香料太贵，燃气费也超标了，加上你之前食材浪费的那些额，扣掉分红，你其实还欠店里3000。这500块是看你年纪大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给你的营养费。转头，他却给小舅子发了5万现金。我解下围裙，一言不发地走到灶台前，倒掉那锅我熬了10几年的老卤汤。既然成本太高，那大家都别用了。后厨里瞬间死一般的寂静。浓郁的卤香味随着下水道的轰鸣声，最后一次弥漫在空气中，然后迅速消散。刘建国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手里还没来得及放下的计算器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东子手里那叠崭新的钞票也差点没拿稳。李重九，你疯了！刘建国猛地跳起来，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冲过来一把推开我，趴在水槽边往里看，黑洞洞的下水口连一滴汤汁都没剩下。他转过身，指着我的鼻子，手指头都在哆嗦。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锅老卤值多少钱？这是店里的命根子。我慢条斯理地擦了擦手上的油渍，把抹布扔在案板上。之前我笑得很大声。刘总，刚才您不是算得清清楚楚吗？这锅卤汤费火、费料、费人工，按照您的算法，这东西就是个赔钱货，留着它干什么？继续给店里增加负债吗？刘建国气得满脸通红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。你这是强词夺理。我是老板，怎么算账是我的事。你一个打工的，凭什么毁坏店里的财物？东子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，把那5万块钱往兜里一揣，撸起袖子就凑上来。姐夫，别跟他废话，这老东西就是嫉妒我拿了奖金，让他赔。这锅汤少说也得值个几十万，让他倾家荡产也得赔。东子一脸横肉，唾沫星子差点喷到我脸上。李重九，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心里这么阴暗。我不就是拿了点技术入股的分红吗？你至于吗？技术入股？我看着东子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忍不住反问：你会切墩吗？你会挑卤水吗？你连鹅的公母都分不清，你哪来的技术？东子被我问得一噎，随即恼羞成怒。我炸薯条炸得好，这就是技术。现在的年轻人就爱吃炸薯条配卤鹅，这是创新，你懂个屁！刘建国见东子吃了笔，立马接过话茬，摆出一副教训晚辈的架势。老李，注意你的态度。东子是管理层，他的贡献是战略层面的，你呢？就是一个做饭的厨子，公司离了谁都照样转。别以为你会做个卤鹅就无法无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锅卤汤的损失，我会让财务一笔一笔算清楚。还有你刚才那个态度，严重违反了员工守则。刘建国一边说，一边掏出手机，像是要给谁打电话。本来这500块钱是想给你留点面子，现在看来你是给脸不要脸。这500块你也别想要了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得倒赔店里这半个月的营业额损失。我看着这两个一唱一和的小丑，心里那点最后的情分也烟消云散。49天，为了这锅卤水，我直接住在了后厨。30几种香料，每一种都要精确到克，火候要分文武，熬制的时候人不能离灶。我困了就在旁边打个盹，醒了接着熬。我的手背上全是烫伤的泡，嗓子被烟火气熏得说不出话。结果呢，道歉3000，营养费500。我拿起放在案板旁边的保温杯，那是我的私人物品。刘建国，这锅卤汤是我带资进组的，当初说好的，我出技术和老卤，你出场地和资金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，如果合作终止，我有权处理我的个人技术资产。卤汤是我的，我想倒就倒，想泼就泼。至于你说的损失，我冷笑一声，指了指外面排的长龙一样的队伍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外面的服务员小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老板，不好了，外面的客人都在催菜，说怎么还没上卤鹅，好几桌都要退单了。刘建国脸色一变，顾不上跟我吵架，急忙吼道：催什么催？告诉他们马上就好。他转头看向东子，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镇定下来。东子，你不是一直跟着李重九看他做吗？这卤水配方你也知道个大概吧？东子愣了一下，随即拍着胸脯保证：姐夫你放心，我看他弄了那么多天，早学会了。不就是放点八角桂皮煮一煮吗？简单。正好这老东西走了，后厨就是我的天下，我这就重新起一锅卤水，保证比他做的还好。刘建国听了这话，像吃了颗定心丸，他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听见没有？李重九，地球离了谁都转。你以为你那点手艺是什么高科技？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。等会财务算好了赔偿单，我会直接寄到你家里。你要是不赔，我就去法院告你，告到你坐牢。我看着东子手忙脚乱地往大锅里倒酱油，又抓了一大把花椒扔进去，那动作像是在喂猪。我摇了摇头，转身往后门走去。行，刘总，那我就等着你的传票。推开后门的瞬间，外面的冷风灌进来，吹散了身上那股油烟味。身后传来刘建国气急败坏的吼声。
滚得越远越好，以后别求着回来。我站在后巷的垃圾桶旁，点了根烟，看着刘建国那家挂着百年老字号招牌的店面，烟雾缭绕中，那块金字招牌显得格外讽刺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微信好友申请，头像就在街对面。那家装修豪华却一直被刘建国压着打的赵记师傅，备注只有简短的一行字：李师傅，我是赵刚，有兴趣来对面喝杯茶吗？年薪50万，干股另算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刘建国的店，里面已经传来了东子摔锅砸盆的声音。我按灭了烟头，点击了通过。赵总，您这茶不错。我坐在赵记师傅的包厢里，手里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大红袍，落地窗正对着街对面刘建国的刘记卤鹅门口，那里现在正乱成一锅粥。赵刚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穿着一身考究的唐装，笑眯眯地给我续了一杯茶。李师傅，茶好不好，关键看喝茶的人。就像这卤鹅好不好是一回事，关键得看是谁的手艺。他话里有话，我也没藏着掖着。赵总，我也不是什么大师，就这个做饭的。刘建国刚才把我赶出来了，说我倒欠他钱。赵刚哈哈大笑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刘建国那个蠢货，守着金山要饭吃，他那个小舅子除了吃喝嫖赌，还会干什么？李师傅，我也不跟你要完钱，你的手艺我查了很久了，只要你肯来，后厨你说了算，采购用人定价全是你的一言堂，我只负责数钱和给你分钱，底薪5万，每个月流水的10%提成，合同我都拟好，你看看。他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推到我面前，这条件比刘建国当初画的大饼还要大，而且是实打实的白纸黑字，但我没有马上接。赵总，您就不怕我也给您倒一锅汤？赵刚收敛了笑容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一脸认真。李师傅，一言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刘建国那是眼下把珍珠当羽毛，我赵刚虽然是个粗人，但分得清好赖。再说了，你那是被逼急了，肚子急了还咬人呢，何况是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。只要我赵刚不负你，我相信你也不会负我。这话听着舒坦，我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下了名字。行，赵总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这几天先别急着推卤鹅，对面现在肯定在搞创新，我们先看看戏。赵刚心领神会，嘴角露出一丝坏笑。听你的，我也想看看那位技术入骨的天才能做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东西来。此时此刻，对面的刘记卤鹅，东子正满头大汗地站在灶台前，锅里的水开了，黑乎乎的，散发着一股奇怪的焦糊味，那是酱油放多了，糖炒糊了的味道。姐夫，这颜色不对。东子拿着大勺，看着锅里像墨汁一样的汤，有点发慌。刘建国在旁边急得团团转，不停地擦汗。不管了，颜色深点就说是老卤。味道呢？味道怎么样？东子尝了一口，脸瞬间皱成了苦瓜，有点咸，还有点苦。放糖，多放糖，糖能提鲜。刘建国瞎指挥道。东子手一抖，半袋子白糖倒了进去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把鹅扔进去煮，外面的客人都快把桌子掀了。刘建国催促道。只要煮熟了，蘸点醋和辣椒油，谁能吃出来区别？那帮食客都是猪八戒吃人参，全靠不用。东子一咬牙，把几十只光溜溜的鹅一股脑扔进了那锅墨汁里。半小时后，服务员端着一盘盘颜色漆黑、散发着诡异甜腻焦味的卤鹅走出了后厨。刘建国站在大堂中央，拿着麦克风，强装镇定。各位久等，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，今天我们特意推出了升级版的至尊黑金卤鹅。这是我们技术总监王强先生在李师傅原有配方基础上，经过7749次改良，独创的新口味，加量不加价，大家敞开吃。食客们本来都等得不耐烦了，一听是升级版，又都坐了回去。黑金卤鹅听得挺高级的。是呀，没想到换了大厨还能升级。快上上，我都饿扁了。坐在窗边的一桌是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，正举着手机直播。他是本地挺有名的一个探店博主，叫阿飞。之前就是因为他的一条视频刘记卤鹅才彻底火起来的。家人们，今天我又来了。听说刘老板推出了新品黑金卤鹅，咱们来替大家尝尝鲜。阿飞对着镜头夹起一块黑乎乎的鹅肉，这颜色确实挺特别的，很有视觉冲击力。他把肉放进嘴里嚼了2下，突然他的表情凝固了。阿飞直接把嘴里的肉吐在了桌子上，连带着早饭都快吐出来了。直播间里瞬间炸了锅。我操，飞哥怎么中毒了？这表情太真实了，不像是演的。那肉看着就像中毒的颜色，能吃吗？阿飞抓起旁边的水杯，猛灌了一大口水，这才缓过劲来。他指着那盘鹅肉，声音都在发抖。这是什么玩意啊？又苦又咸又甜，还有股刷锅水的味道。这鹅是死在酱油缸里的吗？他的声音很大，整个餐厅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原本还在犹豫的食客们纷纷停下了筷子，有几个胆子大的尝了一口，立马就喷了出来。呸，什么东西？这也能叫卤鹅？老板，这肉是坏的吧？退钱，老子等了2小时，你就给我吃那个。场面瞬间失控，刘建国的脸刷的一下白了，他冲过去，试图捂住阿飞的手机镜头。别拍，这是一个误会，这只是个别现象。误会个屁！阿飞一把推开他，对着镜头大喊。
家人们，避雷千万别来！刘记卤鹅换厨师了，现在的味道简直就是生化武器。东子拿着大勺从后厨冲出来，指着阿飞大骂：“你个臭要饭的，懂不懂欣赏？这是高端风味，你不爱吃滚蛋！别在这造谣！”这一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，时刻有愤怒。有人开始摔盘子，有人开始推搡服务员。黑店推钱，把老板叫出来！什么狗屁技术总监？赵记食府的2楼包厢里，我和赵刚看着对面的闹剧，碰了一下茶杯。赵刚笑得意味深长。李师傅，看来您的营养费他是省不下来。我喝了一口茶，好戏才刚开始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刘建国。我接通电话，按下了免提。电话那头传来刘建国歇斯底里的咆哮声，这声音是盘子摔碎的脆响和客人的叫骂声。你个王八蛋！你在卤水里放了什么毒药？为什么东子照着做出来的东西是这个味道？你是不是故意留了一手害我？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，语气平静。刘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卤汤我都倒了，大家都看见了。东子做的东西难吃，那是他技术不行，关我什么事？再说了，他不是技术不足吗？5万块奖金都拿了，连个卤鹅都做不好。刘建国气得喘不上气。你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滚回来！把这锅汤给我吊好！只要你现在回来，之前的事既往不咎，那500块钱我也不要你谈了，快点，不然我就报警抓你！我听着这无耻的言论，只觉得好笑。刘总，您是不是忘了我已经离职了？我现在是赵记食府的行政总厨，想吃正宗的宫廷卤鹅，出门左转过马路，我在对面等您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看着窗外，刘建国拿着手机，呆呆地站在货场边。他猛地抬头看向马路对面，隔着2条街和一道落地窗，我们的视线在空中撞得正好。我举起手里的茶杯，冲他遥遥敬了一下。刘建国的脸瞬间扭曲，不甘死。刘记卤鹅的招牌被愤怒的食客砸了个稀烂。那个叫阿飞的主播更绝，直接就在店门口开了现场直播，标题就叫探秘黑心网红店的覆灭。直播间人气飙升到了10万加，满屏都是黑店避雷，心疼飞哥。东子一开始还挺横，拿着大勺要跟人干仗，结果被几个身材魁梧的大哥围住，吓得缩在吧台后面不敢露头。那身名牌衣服上被人泼满了剩菜汤汁，像只落汤鸡。刘建国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报了警。警察来了才勉强维持住秩序，但他不得不当场给所有顾客退款，还赔偿医药费。有几个客人说是吃坏了肚子。这一晚上，刘记卤鹅不仅没赚到钱，反而赔了个底掉。而我正站在赵记食府宽敞明亮的开放式厨房里，调试着新买的设备。赵刚是个讲究人，给我配的全是进口货，连切菜的刀都是专门定制的。李师傅，对面今天可是热闹。赵刚背着手走进来，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意。听说刘建国大老小气，高血压都犯了，刚才被救护车拉走。我正在检查一袋新到的八角，闻言头也没抬。他那是急火攻心，更急的还在后头呢。对了，赵总，明天的食材准备好了吗？放心，全是按你的要求从乡下收上来的正宗湿卤鹅，每斤都在10斤以上，肥瘦适中。赵刚拍了拍手，几个伙计抬着几筐处理好的光鹅走了进来。我点了点头，开始配料。这一次我要做的不仅仅是复刻，而是升级。在刘建国那里，受限于成本，很多名贵的香料他都不让我用，非要用劣质的替代品。现在有了赵刚的支持，我终于可以拿出那张真正的完全体配方。当第一缕香气从锅里飘出来的时候，整个后厨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。那是一种霸道至极的香味，醇厚浓郁，带着一丝丝药材的清香，直钻天灵盖。赵刚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一脸陶醉。就是这个味，比对面以前的味道还要香。李师傅真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赵记食府挂出了一条横幅：原刘界宫廷卤鹅创始人李重九师傅携正宗秘方重磅加盟。这横幅一挂出来，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颗深水炸弹。原本还围在刘记门口看热闹骂街的人群瞬间转移了阵地。我就说嘛，刘记的味道怎么突然变了？原来是大厨走了。李师傅去对面了，那必须得去上场。走，去赵记。刘记那就是个冒牌货。不到中午11点，赵记食府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龙。反观对面的刘记，大门紧闭，只贴了一张内部整顿的告示，显得凄凄惨惨戚戚。刘建国刚从医院挂完水回来，头上还缠着纱布。他站在自家店门口，看着对面人山人海的盛况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东子跟在他身后，一脸不服气：“姐夫，这老东西肯定是偷了咱们的客户名单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火？”闭嘴！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刘建国反手就是一巴掌，抽在东子脸上。要不是你非说你能行，我会把他赶走吗？现在好了，客户全跑了。东子捂着脸，委屈的不行。那也不能全怪我，谁知道他在卤水里放了什么迷魂药？姐夫，要不咱们也去对面尝尝，我就不信他真有那么神。刘建国瞪了他一眼，但脚下却不由自主地往对面挪。他也想知道我到底做出了什么东西，能让这些人像着了魔一样。两人戴上口罩，鬼鬼祟祟地混进了排队的人群。等了好半天，终于轮到他们。他们点了一份立牌卤鹅，找了个角落坐下。
当服务员把那盘色泽金黄、油光发亮的卤鹅端上桌时，刘建国的喉结不争气地滚动了一下。光是这卖相，就比东子做的那个黑炭强了10000倍。东子不信邪，夹起一块肉塞进嘴里，下一秒他的表情僵住了。皮滑肉嫩，卤香入骨，回味甘甜，一点都不腻。这味道比我在刘记做的还要好上几个档次。东子嚼着嚼着，好吃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这种差距根本不是靠什么技术入骨能弥补的，这是天赋和几十年的功夫。刘建国也尝了一块，他沉默了，嘴里的美味此刻就像是黄连一样苦涩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为了省那几千块钱，为了给小舅子那点面子，到底失去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我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鹅头走到了大堂。各位，这是今天的赠品，感谢大家捧场。人群欢呼起来。我一转头，正好对上了角落里刘建国那双躲闪的眼睛。虽然他戴着口罩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件还没来得及换的旧西装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只是转身回了后厨。这种无声的蔑视，比骂他一顿还要让他难受。刘建国猛地站起来，拉着东子，狼狈地逃出了赵记师傅，回到自己空荡荡的店里。刘建国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眼神阴狠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李重九这是在挖我的根，想搞死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东子凑过来，小声问道：“姐夫，你想咋办？”刘建国咬着牙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他不是有秘方吗？那咱们就说那秘方有问题。你去买点泻药，今晚咱们去对面加点量。”东子吓了一跳：“姐夫，这可是犯法的。富贵险中求，只要搞臭了他的名声，这帮傻子时刻自然会回来。”刘建国眼里闪烁着疯狂的光芒。只要没人看见，谁知道是我们干的？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赵记食府的后厨装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，而且赵刚是个老江湖，早就防着这一手。夜深人静，街道上的路灯昏黄，赵记食府早已打烊，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。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后巷，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正是刘建国和东子。东子手里拿着一根铁丝，正在捅后门的锁眼。姐夫，这锁好像有点高级，捅不开。东子急得满头大汗。废物，让我来！刘建国一把推开东子，自己拿着铁丝乱捅一气。就在这时，后门突然咔嗒一声，自己开了。两人一愣，互相对视一眼，以为是运气好，赶紧溜了进去。后厨里黑漆漆的，只有冰柜发出的嗡嗡声。他们摸索着来到那口巨大的卤水锅前。快把东西倒进去！刘建国压低声音催促道。东子颤抖着手从塑料袋里掏出一大包强力泻药，正要往锅里倒。一声脆响，整个后厨瞬间灯火通明，突如其来的强光刺得两人睁不开眼。谁？刘建国吓得手里的铁丝都掉了。我和赵刚还有几个身强力壮的保安正站在门口冷冷地看着他们。赵刚手里拿着手机，摄像头正对着他们。刘老板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跑我这来视察工作？赵刚笑眯眯地问道，但那笑容里全是寒意。刘建国脸色惨白，两条腿都在打哆嗦。东子更是直接瘫软在地上，手里的泻药洒了一地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是来戒点盐。刘建国结结巴巴地解释。戒盐。我走上前，捡起地上的药包，看了一眼上面的字：强力果导片。刘总，您这口味挺重啊！戒盐戒出泻药来了，这可是投毒未遂啊！刘总。赵刚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，刚才的全过程我都录下来了，再加上这里的监控，证据确凿。你说我要是把这个交给警察，你们俩得判几年？刘建国坐牢，彻底崩溃了，扑通一声，他直接跪在了地上。赵总，李师傅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是猪油蒙了心，我是嫉妒疯了，求求你们别报警，千万别报警！我要是坐牢，我那一家老小可怎么活？东子也跟着磕头如捣蒜，鼻涕眼泪流了一脸。李哥，李叔，我是畜生，我是混蛋，都是我姐夫逼我来的，我也不想。刚才还不可一世，想着富贵险中求的两个人，现在就像两条丧家之犬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刘建国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刘总，当初你扣我工资，让我道歉3000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怎么活？你把卤汤倒进下水道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那是我的心血？刘建国疯狂的扇自己耳光，脸都被打肿了。我不是人，我有眼无珠。李师傅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，我愿意赔偿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。赵刚看向我，把决定权交给了我。我蹲下身，看着刘建国的眼睛。钱我不缺，你想私了也可以。明天早上，在你的店门口，当着所有街坊邻居和食客的面，把你做过的那些缺德事一五一十的念出来，还有那5万块钱奖金，让东子吐出来，捐给孤儿院。做得到这事就算了，做不到咱们派出所见。刘建国脸色灰白，但也知道这是唯一的活路。我蹲下身，看着刘建国的眼睛。钱我不缺，你想私了也可以。明天早上，在你的店门口，当着所有街坊邻居和食客的面，把你做过的那些缺德事一五一十的念出来，还有那5万块钱奖金，让东子吐出来，捐给孤儿院。做得到这事就算了，做不到咱们派出所见。刘建国脸色灰白，但也知道这是唯一的活路。我做，只要不坐牢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第二天一早，刘记卤鹅门口再次围满了人，
不过这一次大家不是来吃饭的，是来看戏。刘建国拿着个大喇叭站在台阶上，手里拿着一张悔过书。公子跪在旁边，面前放着5万块现金。我叫刘建国，是刘记鲁鹅的老板。我不是人，我克扣员工工资，用劣质食材欺骗消费者，我还试图去对面偷渡，陷害李师傅。随着他的一句句念诵，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阵惊呼和唾骂。太不要脸了！那种人怎么不气死？以后再也不来这破店了。阿飞也在人群里举着手机全程直播。家人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黑心商家的下场。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刘建国念完最后一句，整个人像是被抽干的利器瘫软在地上。他知道他的店彻底完了，而东子正被几个愤怒的大妈拿烂菜叶子砸得抱头鼠窜。我站在赵记食府的2楼，看着这一幕。赵刚递给我一根烟，解气吗？我接过烟，点燃，深吸了一口。呵呵，还行。从那以后，赵记食府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我的卤鹅成了金字招牌，每天限量供应，来晚了根本吃不到。赵刚是个守信的人，每个月的分红准时到账，从不拖欠。我的存款数字在不断上涨，但我并没有那种暴富后的狂喜，反而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或许是因为那个曾经让我倾注了所有心血的刘记，那个我熬了49个大夜才救活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奶茶店。每次路过看到那崭新的招牌，我都会想起那锅被我倒掉的卤汤，那是我的心血，也是我的耻辱。这天，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人，头发花白，但精神矍铄。他点了一份卤鹅，一壶茶，一个人坐在窗边，慢慢的吃着。吃完后，他叫来了服务员，请问这鹅是谁做的？是我们李总厨。老人点了点头。能请他出来一见吗？我擦着手走出来，看到老人的瞬间愣住了。这人我认识，或者说在电视上见过，他是省餐饮协会的会长，也是国宴级的大师刘德全。刘老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有些受宠若惊。刘德全笑了笑，指了指桌上空空的盘子。听说这里出来的能复刻宫廷卤鹅的高手，我这老头子嘴馋，特意来尝尝。味道如何？我有些忐忑地问道。形似卫士，但神卫士。刘德全摇了摇头，一针见血。你的卤水醇厚有余，但灵气不足，是不是少了一味龙涎草？我心中大骇。龙涎草是宫廷秘方里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一味香料，早就绝迹了。我用了10几种香料去模拟它的味道，自以为天衣无缝，没想到被刘老一口尝了出来。刘老慧眼，确实少了这一味。我老实承认。刘德全叹了口气，现在的年轻人能沉下心来钻研古法的不多了，你这手艺在市面上已经是顶尖了，不过要想真正达到宫廷2字的标准，还差火候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小册子，放在桌上。这是我早年间收集的一些古方心得，里面就有关于龙涎草替代品的记载。我看你是个可造之才，这东西留给你，别埋没了。我双手颤抖着接过那本册子，如获至宝。刘老，这太贵重了。手艺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传下去才是活的。刘老站起身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下个月省里要举办厨神争霸赛，我希望能在决赛上看到你，别让我失望。说完，刘老背着手飘然而去。我握着那本册子，心里燃起了一团火。厨神争霸赛，那是全省厨师的最高殿堂。如果能在那上面拿奖，我的名字将不仅仅是局限在这条街，而是响彻整个餐饮界。赵刚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比我还激动。参加，必须参加！李师傅，你要什么机器，尽管开口，咱们赵记全力赞助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再次进入了闭关状态。我按照刘老的笔记，不断的试验改良。这一次没有刘建国的指手画脚，没有成本的限制，我可以尽情的挥洒我的创意。终于在比赛前的一天，我成功了。新出锅的卤鹅，香气不再是霸道的钻鼻，而是如丝如缕，绵长悠远，入口即化，回味中带着一股淡淡的兰花香，那是龙涎草替代品的神奇功效，这才是真正的宫廷秘制卤鹅。比赛当天，体育馆里人声鼎沸，来自全省各地的名厨汇聚一堂，个个摩拳擦掌。我在人群中居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东子。他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厨师服，一瘸一拐地跟在一个胖子身后。那个胖子我认识，是隔壁市一家连锁餐饮巨头的老板，姓王。东子看见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怨毒，但很快又变成了畏惧，缩到了王老板身后。王老板走过来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皮笑肉不笑。这就是那个把钱老板送进监狱的李重九，听说你手艺不错，不过今天遇到了我，算你倒霉。他拍了拍东子的肩膀，这是我新收的徒弟，虽然腿瘸了，但脑子还算好使。他说他知道你的底细。我看着东子冷笑一声，底细？他连盐和糖都分不清，能知道什么底细？东子躲在王老板身后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李重九，你别得意，我知道你的卤水怕什么，今天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卤水怕什么？卤水最怕的就是生水和异味，一旦混入，整锅汤就废了。难道他想在比赛中搞破坏？比赛开始，我是8号灶台，王老板和东子就在我隔壁的9号，题目是自选招牌菜。
我自然是做卤鹅，起锅、烧水、调卤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。就在我转身去拿鹅的时候，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东子鬼鬼祟祟的往手里藏了什么东西。他假装路过我的灶台，手一扬就要往我的卤水锅里扔东西。住手！我早有防备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东子手一松，一颗白色的药丸掉在地上，滚了几圈。裁判立刻围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我指着地上的药丸。裁判，他想往我的锅里投东西。裁判捡起药丸，闻了一下，脸色大变。这是高浓度的柠檬酸，一颗就能毁了一锅卤水。王老板见状，脸色瞬间黑了，一巴掌扇在东子脸上。混账东西，谁让你这么干的？东子捂着脸哭喊道：“王总，不是你暗示我。”闭嘴！王老板一脚踹翻东子，转头对裁判陪笑道：“误会，这是个人行为，跟我没关系。这徒弟我不要了，开除，马上开除！”裁判冷冷地看着他们。根据比赛规则，选手恶意破坏他人菜品，取消比赛资格并终身禁赛。9号灶台出局。东子瘫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，他想报复，结果却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后路。王老板恶狠狠地瞪了东子一眼，甩手离去。没有了干扰，我心无旁骛。3个小时后，我的宫廷秘制卤鹅出锅了。当盖子揭开的那一刻，全场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那股优雅而深邃的香气瞬间征服了所有人的鼻子。评委席上，刘德全闭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好，他连说了3个好字，毫无悬念，满分夺冠。当我站在领奖台上，捧着金灿灿的奖杯时，台下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。赵刚在台下激动地挥舞着拳头，像个孩子一样。我看着手中的奖杯，心中却异常平静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失去了很多，也得到了很多，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手艺是抢不走的，只要心还在，火就不会灭。这手艺断不了，故事还在继续。